在巴以冲突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有些中东国家也急切地要横插一脚。如果无法直接派兵进入加沙怎么办？那就远程轰炸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在10月31日发布声明，宣布其箭式反导系统拦截了一枚从红海方向入侵以色列领空的地对地导弹。随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在胡塞武装旗下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他直接认领了导弹袭击，表明了这次袭击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针对以色列。在宣言中，胡塞武装更是犀利地宣称，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侵略，那么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发起更多有针对性的打击。实际上，这并不是以色列第一次遭受到疑似胡塞武装的远程制导武器攻击。早在10月19日，美国海军驱逐舰卡尼号就在红海上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北发射的4枚巡航导弹和14架无人机。这次袭击让卡尼号在红海上忙了10几个小时，被网友们调侃为胡塞武装的疲劳战术。而在10月27日，埃及军方更是宣布，在当天有一架无人机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塔巴坠落，造成6人受伤，而另一架无人机则在亚喀巴湾的埃及领空外被拦截。这2架无人机均来自红海南部方向。针对这次无人机坠落事件，以色列方面则认为是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直指以色列。因为埃及塔巴和以色列的埃拉特，也就是这次被袭击的目标，相隔不远。这次误击完全可以理解为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因为各种技术原因而偏航。虽然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对这2次袭击表态，但是31日的攻击则是拉开了胡塞武装正式对以色列进行导弹袭城战的帷幕。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胡塞武装是一个拿着 AK、脚穿拖鞋、衣衫褴褛的典型中东反政府武装的形象，让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对遥远的以色列进行打击，更是一件听起来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于中东反政府武装的刻板印象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第2个10年的胡塞武装了。事实上，在中东一些伙伴的帮助下，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技术水平较高的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已经被他们玩得信手拈来，并且经过一些迭代，胡塞武装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拥有自己特色的技术水平不低的地对地导弹体系。实际上，胡塞武装地对地导弹体系并不是主要针对以色列的。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后，为了反抗支持也门正规流亡政府的阿拉伯联军，胡塞武装通过一部分自研，另一部分从友好国家进口的方式，获取了一批在当地而言十分先进的弹道导弹技术。这些弹道导弹多用于对沙特进行偷袭，来实现所谓的震慑效果。当然，我们都知道，因为其落后的导弹制导技术和极差的保养环境，比如说从2015年6月到2019年12月，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射的所有导弹中，沙特使用爱国者防空导弹成功地拦截了156枚导弹，而胡塞方面仅有64枚导弹成功命中目标，拦截率达到70%，所以其真实威力几何从这些数据中也可见一斑。在胡塞武装的导弹武器库中，比较制式的装备应该还要数当年也门向苏联购买的圆点弹道导弹和飞毛腿弹道导弹。这些武器继承了苏军制式武器一贯的精准度差，但是可靠性强的优点。20世纪90年代购买的导弹，20年后依然能顺利发射，但是导弹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打一发少一发，所以胡塞武装也没闲着，他们在飞毛腿 B 和飞毛腿 C 的基础上仿制生产了自己的飞毛腿波尔坎1型弹道导弹。其实波尔坎1的技术原型也不难理解，毕竟从照片上就不难发现，它是一枚略放大版本的飞毛腿 B 型导弹。但是胡塞武装的技术也不过关。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虽然波尔坎1型在兼容飞毛腿发射车的情况下要比标准的飞毛腿 B 型重2吨，但是其战斗部却仅有一种500公斤高爆战斗部，所以这多出来的2吨去哪儿了并不难猜，其大概率是胡塞武装为了增加这种导弹的射程而多设计的燃料重量。咱们不难发现，到波尔坎1的仿制为止，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对比起苏军原版依然非常简陋。但是不要着急，一会儿就会有沙漠里野生的阿拉伯兄弟给胡塞武装送上一份大礼。
在胡塞武装和伊朗勾搭上之后，伊朗就给胡塞武装送上了一份新手大礼包，那就是胡塞武装难以仿制的更先进的飞毛腿 C 弹道导弹。伊朗仿制的飞毛腿 C 被称为 KM-1，是一种标准的飞毛腿 C 型导弹。可能各位观众会觉得标准的飞毛腿 C 型导弹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呀，但是各位别忘了，这可是在中东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自主研发生产的飞毛腿 C， 并且它的装药也有所升级。比起胡塞武装自己仿制的波尔坎1的贫弱的500公斤战斗部， KM-1 的战斗部来到了750公斤。这种 Plus 版本的战斗部毁伤效果更显著，可以针对更多目标进行打击。当他们被也门武装拿来使用时，它的也门名字就被称为波尔坎2。根据伊朗同类导弹的射程参数，波尔坎2的射程可能为800公里左右，是一款在中东地区相当强劲的弹道导弹。在波尔坎2之后，中东地区迎来了一个神秘的东亚客人。别误会，说的是朝鲜。在17年中旬，波尔坎2型导弹迎来了一种新的升级，即奶瓶状弹头。奶瓶状弹头的外形初衷是通过改变弹头的外形，改变弹头的重心和压力中心，这样就可以补偿早期雏形弹头有效荷载重量的变化。说人话就是可以在优化气动的同时换装更大更重的战斗部。同时，由于奶瓶弹头的阻力要比普通的圆锥形设计更大，所以它能显著提高弹头载入阶段的稳定性和精度。当然，由于阻力增大，这是以牺牲射程为代价的。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多对于射程不利因素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胡塞武装的宣传和部分实战中，这种名为波尔坎 2H 的改进型波尔坎2依然有将近1000公里的最大射程。一些海外机构通过对波尔坎 2H 的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对也门萨利赫时期的军事系统和伊朗提供的中程导弹技术实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和开发。不过，虽然他们拥有这些技术，但是因为沙特强而有力的封锁，所以实际上的备弹并不充裕。胡塞武装也无法从伊朗方面获得完整的导弹，所以只能完全利用手头的材料，有什么就造什么。在波尔坎 2H 之后，胡塞武装拥有的最新的弹道导弹是波尔坎3。这种最新的弹道导弹于2019年8月2日的胡塞武装发布会中被披露。其开发者所述，这种导弹甚至可以绕过沙特的导弹拦截系统。非常诡异的是，这发导弹已经完全绕过了之前胡塞武装自己仿制的飞毛腿 B 及波尔坎1，和利用伊朗与可能存在的朝鲜技术仿制的飞毛腿 C 及波尔坎2和 2H。在胡塞武装披露的图片和视频中，波尔坎3和飞毛腿系列的导弹相似程度并不高，它的外形并不属于任何一种伊朗技术导弹，反而外形更像朝鲜的火星9，是一种为了射程而进行轻量化的大型飞毛腿变体。同时，根据图像分析，波尔坎3比起波尔坎 2H 的弹体高度更短，由此可以推测其全弹重量应当有所减重。同时，为了和轻量化相互配合，波尔坎也舍弃了 2H 上使用的伊朗、朝鲜的奶瓶弹头技术，反而换回了波尔坎1的圆锥形弹头加500公斤战斗部的轻量化配置。从这些方面，咱们不难看出，波尔坎3并不是一发大烟花，而是一发远烟花。通过极端轻量化的设计，让波尔坎3的射程变得更远，甚至有可能达到原版火星9的1000到1500公里的估计射程。除此之外，波尔坎3实际上的拼凑设计也从侧面反映了胡塞武装的资源紧张。不难推测，很大一部分的波尔坎3应该都是由老旧的波尔坎1升级而来，这样能最大程度简化生产流程，避免资源的浪费。胡塞武装除了波尔坎系列以飞毛腿为技术蓝本的弹道导弹之外，由于本身的资源匮乏，外加需要维持对沙特的高强度骚扰，所以他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射程较近但是依然可以使用的经济型短程弹道导弹。在这些经济型导弹之中，最便宜的就要数中东传统的钢管导弹了。在胡塞武装这边，就是被称为巴尔德1的钢管导弹，它的射程大约为100公里，采用陆地固定发射架发射，同时也有使用 BM-21 冰雹火箭炮的6×6卡车底盘改装成的发射车型号。在2018年披露时，极初期的巴尔德1是没有制导系统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大号的火箭弹。在后续的改进中，这个系列拥有了一种名为巴尔德 1P 的改进型号，它的射程被增加到了150公里，同时拥有了较为简易的制导系统。比较整蛊的是，巴尔德 1P 采用的是苏制 S75 导弹的发射架，用来进行定向发射。那么在中东地区，有哪个阿拉伯好兄弟拥有仿制 S75 的能力呢？没错，又是伊朗。所以国际上一般认为，巴尔德 1P 并非胡塞武装的独立研究成果，它依然拥有至少一半的伊朗血统。而巴尔德系列导弹中威力最大的就要数巴尔德 1F，
这是一种利用了现代军事技术的反人员弹药。它采用了自弹战斗部和破片杀伤战斗部复合装填的方式，让其拥有了媲美子母弹的非常不人道的人员杀伤能力。当它接近目标时，引信会控制弹体在20米高度爆炸，弹体内的1.4万枚破片将会像散弹枪一样对着下面的地方喷射，覆盖约350平方米的面积。在覆盖范围中，没有掩体的步兵则绝无可能幸免。既然拆了苏制 S75 导弹发射架作为巴尔德系列导弹的发射架，那么剩下的苏制 S75 防空导弹也当然得废物利用起来。毕竟这些导弹也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4代机、5代机的空中威胁，所以不如拿来改成地对地导弹，废物利用一道。实际上，对于 S75 防空导弹的废物利用，胡塞武装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这种被改装为地对地导弹的 S75 防空导弹被胡塞武装称为 Tier 1，它的射程约为250到300公里，战斗部重达195公斤。总体来说，虽然装药量在各种地对地导弹之中算是赢量级，但是考虑到其改装几乎不花费什么精力，也门国内也拥有相当庞大的在21世纪几乎是烧火棍的 S75 防空导弹。这种便于改装的 Tier 1毫无疑问是量大管饱的武器。那这种量大管饱究竟让胡塞武装爽到什么地步了呢？这就不得不提到 Tier 1的改进型 Tier M2。和 Tier 1不一样的是， Tier M2 并不是用苏联原装的 S75 导弹进行改装的，它采用了伊朗在1992年制造的 S75 防空导弹的仿制版本 Thunder 69。但是这次改装绝不是简单的增重战斗部而已。在伊朗人的导弹技术手中走过一道的 Tier M2， 在拥有350公斤战斗部的同时，还拥有400公里的射程，绝对是胡塞武装手里的原点弹道导弹的廉价平替版本。看到上面伊朗给胡塞武装那么多导弹技术，肯定就有的观众会感到疑惑了。伊朗给胡塞武装那么多技术，就没有想过直接成品出口吗？当然有，比如胡塞武装就在阅兵中展出过最近名声大噪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而包括圣城3、圣城4在内的巡航导弹，基本也可以被看成当年乌克兰出口给伊朗的 Kh-55，被伊朗人仿制成索马尔巡航导弹之后，再出口给也门，改名为圣城的翻版。反正在导弹出口这方面，伊朗和胡塞这对好哥们儿已经亲密地穿上同一条裤子了。虽然因为沙特的封锁，实际上能到胡塞武装手里的武器并不多，但是这些伊朗版武器可比也门自产版本可靠性好多了。当然，随着也门开始对以色列进行导弹袭城战开始，各地目击也门导弹误击或者自毁的事情也逐渐增多。除了咱们之前提到的误击埃及之外，也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报道了目击了不知道怎么着飞进约旦并且触地爆炸的圣城3。所以对比起用自己可怜的导弹库存轰炸以色列，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要绞尽脑汁让这些导弹不要飞得全中东都是。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